大家好，我是雅各明。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自适应文字边框，这是我们最终实现的效果，就是它这个文本边框，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字，其实集合阶段已经有很多很麻烦的东西了，所以这个看起来也不是很麻烦，就是它会根据你的文本大小自动变换。我已经加了关键帧了，所以我现在切，对吧？我，然后我给它删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。它可以减少这个圆角半径，增加圆角半径，然后改变这个描边的宽度、描边的纵深，可以这样子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文字的基础，还有文字的倒角。我们新建一个工程，灯光和这个上头都删了，留着这个立方体啊。我们新建一个集合节点，先添加一个字符串 string， 然后添加 string to curve。你当然不用这么打，你可以直接打 stc， 它可能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在里面输入 geometry nodes， 然后给它选个字体，因为我后面会讲到这个字体圆角的问题，不是字体的倒角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先给它一个圆圆的字体。我觉得圆圆的字体有利于倒角一点。首先呢，你可以想象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这个边缘的框。首先集合节点有个叫 bounding box 的节点 ，bounding box。就你可以不用打全啊，不用像这样子，不用这么老实。然后它把这个所有的实例都分开了，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spreadsheet，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子表格。它这个实例是14个，那肯定不行啊。用这个实现实例，它就把它实现了。大家看到它变成19条那个线段了。bounding box 就可以在它外面加一个这个边框。然后呢，我们想给这个边框它有个倒角的功能 ，filter。集合节点里面有一个叫 filter curve 的节点，这个节点它是可以给曲线添加这个倒角的。我们四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如果你是一个曲线啊，就是它可以给你添加一个圆角，但这个 bounding box 它已经不是曲线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bounding box 再转化成曲线，就 mesh to curve。但是你看，我们这边把它转换成曲线之后，把 bounding box 转换成曲线之后，它还是不能给它添加这个倒角，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曲线啊，它没有并拢，全部都是分开的。它有12条曲线，但明显不对，它这个12条相当于是一个长方体，它有12条边，但它这个我们其实想的是一个这个长方形，是一个平面，我们希望它只有4条边。然后我们这里添加一个 merge by distance， 然后我们添加在这个 bounding box 后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统一的面。因为你如果看 bounding box， 它有6个面，6个面的话，它是一个长方体的构造，上下左右前后6个面。然后我们把相邻的点给它合并完之后，它就变成一个真正的4边形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mesh 转化成曲线，空心的这个曲线，它就可以让我们来倒角了。同时呢，我们又想要，比方说这是一个文字，我们把文字添加进来，实现之后的文字 join geometry， 把它添加进来。我们希望这个文字它和它这个边啊，它有一定的距离。但我们这边有人他可能会想，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，就如果你缩放，我们把它分开一点，这块是这个边框的。如果把这个边框缩放的话，它看起来也是这个效果，但它不是个增量。但我们想要它有个增量，就是还有它缩放加在这儿，肯定问题更大，就是它这个倒角完全不对了，它比例都失调了，所以我们肯定还要加在这个倒角前面。但这样也是不对的，虽然它倒角是 OK 的，但如果你发现你把文字增大的话，它这个完全是按照比例来增大的，它肯定不是一个倍数啊。所以我们想，它这边有个曲线，在这个后面加一个 set position， 然后有个节点叫 normal。normal 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是它每个顶点它如果作为曲线，它应该是对角线，它跟对角线有个相反方向的法线，就是往这边，然后它的单位长度是1，然后如果你在这个1上做增量，就相当于是它一直都是加上这个值，就是你这个数值是多少，它就加多少的值。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 OK 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个 normal 给到 offset， 大家看到它有个1的增量，然后如果你放大这个字体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成倍的增长的，它是一直保持一个距离，就这个1的距离。当然它不是1的距离，我们再讲一下，因为它 normal 的话它相当于是两边都在，你看相当于是给这边一个1，给这边再一个1，它其实是2。但我们为了严谨一点，
我们在这边先给它添加一个矢量数学，然后我们把它缩小到 0.5， 这样它的资量才是对的。当然我们希望分开控制它的 XYZ 啦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添加一个矢量数学，然后用乘法。现在这个1就是标准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scale 给它隐藏了，我们知道它这个是给它做一个常量化的处理，然后这个 multiply 这两个值可以控制它的长和宽，然后这样子还比较 OK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角给它加回来。好，这边的话前面这一段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我把这个 join geometry 删掉，因为我现在就想做它这个边框，先不做它这个文字，不让它这个文字影响我吧。首先我们要这个边框给它填充起来，就把它填充成一个面 fill curve， 方式选到这个 n 杠，它布线会好看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。把透显关了，它现在是一个面，把这个材质改一下。我们呢现在想要它有个边呢，再给它挤出，所以我这边再添加 extrude mesh， 稍微大一点点哈。它这个挤出节点它会产生几个选区，一个是 top 的话就是它这个面，然后 side 的话就是它边上的这一圈。如果我们再添加一个挤出节点，然后我们选择它这个 side 作为选区，然后把这个 individual 给它取消勾选，这样的话它可以单独挤出它这个边上的面，它可以单独挤出这个边上的面。但我们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形状给它完整一下。挤出之前，把这个添加到 join geometry， 然后把挤出这个面也加进来，这样它首先给它完整一下。它这个有个不对劲的就是它上下没有封闭，所以我们用到前面一个节点叫 merge by distance， 然后它会把它上下面给封闭掉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法线朝向，然后上面这个面它的法向是对的，就蓝色就是对的，在这儿勾选这个。下面的话我们要添加一个 flip faces， 然后给它面翻转过来，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得到一个可用的这个长方体了。然后我们再去挤它这个边，大家看到因为我们前面它法向是错的，所以我们给的是负值，它是向外挤出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法向已经转对了之后，法向都是对的之后，它应该是一个正值，然后是向外挤出一个正值。然后我们要选择它这个 side， 对，然后它上下就不会挤出了，它只会挤出它这个边。然后我们还记得当时有个效果，就是它这个边呢，你现在可能看不出来。我们现在添加一个材质 set material， 给它们不同的材质吧。我们在这地方给它添加2个新的材质吧，一个叫描边背景板，那你可以起别的名字，随便给它2个颜色。然后这边选择这个背景板，这个选择描边，然后切换到这个渲染模式。然后我们后面再加这个材质的话，我们要把选区给它勾上。选区呢，其实就是它这个边的选区。然后我觉得它现在看着不大舒服，我加一个倒角节点在这边吧。这样看着舒服一点。然后现在我们讲这个边呢，它有一个中间这块不动，然后边边再向外挤出，然后我们再加一个挤出节点，然后选择它这个 side， 因为它这样子挤出之后，这个相当于是它的 side 了，然后它这些地方相当于它的 top， 这个法线方向会成为它的 top， 然后我们再选它这个 side 的选区，然后单独挤出，大家看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还原，这个其实我想要它是一个面片，这个我只是为了大家看清楚一点，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面片。这个材质我给它改一下吧，感觉跟那个有点重了。这样子吧，然后它有倒角的话舒服很多。然后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这个边框它这个有棱角的。当然你可以在这个 filter curve 这边给它添加这个分段段数，但你要添加很多段它才会看不见这些折痕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给它加一个平滑着色，这样的话它这个折痕就看不见了。其实这个文字边框到这儿就差不多了。然
后我们现在把它一些数值给它放到集合修改器的外边，把这个拉过来。首先呢是，我觉得是这个，首先呢我觉得是这个的基础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基础是什么？哦，叫描边宽度，描边宽度，然后是这个的基础，这个的基础叫描边纵深吧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取名字啊，描边纵深，这两个还 OK。还有什么呢？然后其实这个材质我们也可以把它连出来。这个材质是叫做描边材质，描边材质。然后我们后面再复制一个这个 group input， 因为这样线不会显得特别乱。然后这个呢叫背景板材质，背景板材质。然后呢，我就需要它这个控制这个边距，但它这个边距3合1了，所以我们添加一个 combine xyz。然后把这个 x 和 y 单独连出来。这个 x 的话，看一下啊，它控制的是这个长，这破面了，我先给它还原一下，不然太难看了。叫做边距长 ，y 是边距宽，边距宽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上下给它改一下。这样排一下，材质放下面，这样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了。调整它的边距，描边的纵深，描边的宽度。好，倒角忘记放了，倒角的大小，倒角大小。然后还有这个倒角分段，倒角段数。我觉得倒角应该放前面啊，按照这个逻辑啊。然后和段数放一块。倒角，倒角段数，倒角段数不变它了，圆角啊。然后它这有几个值，我还得给它加强一下设置。就比方说这个描边的宽度呢，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负值，我在它这个最小值这边给它输入0.001吧。然后描边的纵深我也不希望它是个负值，我也给它输入一个0.001。边距长，就我觉得这个反倒算了，我也不一一给它设置了，我觉得这些都差不多。纵深改小一点，描边宽，描边长。描边宽度。几块，对，好，这样就比较好看了。倒角大小，当然，当你这个倒角的大小超过你这个宽的一半的值，它就破面了。这个就 OK 了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它这个文字的问题。它这个我们可以首先把文字加进来。我把文字实例化之后给它添加进来。
首先我们当然希望文字也是有一个漂亮的倒角。我们先把这个实例化后的文字，它这个应该还是个曲线。然后如果我们直接用填充曲线来填充它，你单独显示文字吧，它填充完了，但是它这个走线还行啊。但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咋了就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你挤出这个文字，哇，非常卡。它这个文字的倒角简直了，它文字在外面用修改器进行倒角的话，简直了！大家看到这破面，而且它这个那毫无反应，你去动这个倒角毫无反应，而且你把文字添加进来之后，它原本的这个边框，它的倒角也会受到它的影响。它如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几何体进行倒角的话，所以我想的话是把文字和这个边框分开来进行倒角，然后几何节点，然后几何节点里面它是没有这个倒角的节点。我在油管上搜索了一下，看到了有个 YouTuber 他做了一个，我觉得是目前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文字倒角的方式，起码还够看。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把它这个分成好几份。我们先把这个改叫文字边框。我希望把这个节点单独给拎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 cube， 这个叫文本文字边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裁切，把这个给它裁切过来。我靠！我们先复制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可以，先复制过来。输出，就我想的是，把这个文本作为一个单独的结合体，然后把文本一边给到这个文本的边框，然后你在这边修改它的文本。这边我们添加一个 group input， 我们把它这个 string 单独拎出来，然后你在这边输入它的文本的话，它边框也是跟着变。然后文字的倒角我就在这边做，然后我会把它放到 P2，因为今天有点晚，所以我明天再做吧。